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来关心美债危机引爆倒数。先前我们才关心美债正式突破了39兆美元大关，没有想到呢，其实现在专家说了，在几天之后就会正式的来突破40兆美元大关逼近了，而且殖利率现在30年期的部分冲上了5.3%。在这个时候，日本却是撤资，那么撤了美国的国债哦。到底接下来美国的国债谁来接盘呢？美国恐怕爆发信用危机吗？今天我们会一起大揭秘。好，首先欢迎在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先帮我们节目按赞。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还没有按下加入键的观众朋友，希望你赶快按下加入来成为我们的战友。特别谢谢这几天一直持续留言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了雨欣、Anthony 还有 Martin 等人，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会员朋友，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哦。那今天一样的，希望跟我互动的留言写下私密，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来回复留言。这一场美债危机，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已经不是未来可能发生，而是已经快速的逼近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卡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谈吗？说美债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大关。那么这个速度没有想到，短短的半年之间哦，快速的增加。原本市场预估说，至少要到大概40兆美元大关要到今年的10月份吧。没有想到呢，现在来自于专家特别去做了一个估算，可能呢接下来几天之内，美债就可能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了，甚至还有几个市场人士做了预估，说美国的国债到2029年恐怕上看将近50兆美元，这是一个最新的数字。在强力的美债的卖压之下，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美债殖利率了，尤其是长天期的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正式的冲破了5.3%，创下19年新高。注意了，这个数字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最新高的一个数字。美国现在压力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光是一年每年要还的利息支出就上看1.5兆美元哦，成为现在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债40兆，现在可以说已经正式的进入倒数了。殖利率突破了5.3%，现在在看说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有没有可能甚至往5.5%甚至6%来发展？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迎来一场大型的债务危机？美国到底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大使怎么看？对，美国事实上的话，它的债就是最近10年差不多就快速增长，本来大概超5兆多，现在变成40兆。这里面当然有战争的因素，也有这个新冠那段时间这个政府举债很多，还有就是这一阵子那么新冠结束以后，这些战争从俄乌战争到这个美伊战争就让美国政府的债务快速往上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可是美债它一般来讲，它有3座大山。这3座大山，第一个就是强制性，美国政府的强制性支出越来越多，这些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的这些支出，医疗保健的支出，因为这是全世界现象，美国社会也面向高龄化，那高龄化的社会就变成这种强制支出在这个社保跟这个医疗上面支出它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快。那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它不能够裁减，所以它这种是所谓的自动驾驶模式的支出，它一定要支出了，所以政府的支出在不断的扩大。那第二个就是说利息成本也爆炸。那美国现在这个利息所谓债务的利息一年大概就是1兆美金以上，今年有人估计到1.5兆，那么因为今年过了一半了，还没有到全部出来。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上兆美金的话，那个政府的支出政府的这个债务那就很难解决。第三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收入它的增长不如它的开支，它的增长事实上在停滞，尤其共和党的政府呢，大概讲的都是什么减税，很少去征税。那即使民主党的政府也不敢轻言征税，
所以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的趋势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在支出上升，这个收入下降，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战争的状况、瘟疫的状况之下，还有它这个人口老化，政府要负担的基本经费不断增加，所以它的这个债务就演变累积的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现在这个贝森特他有一个政策，他也很具体，他叫一个333政策。他要控制这个债，他第一个3是希望美国的 GDP 的成长在3%，对，他希望达到这个。第二个3呢，是美国的政府的财政赤字，这要控制在 GDP 的3%之内，GDP 的3%之内。第三个3呢？川普很喜欢用的一件事，就每天这个石油的产量能够到达300万桶，所以他这个3个3，这增加石油是怎么样？就是增加收入嘛。对。那另外一方面控制这个赤字，然后他希望经济能够成长。那这个3个3看起来都不容易。对。那不过现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国债的这个基本上的持有是国内的持有率越来越高。国外的持有率这个降低，不过这个比例的话我们会认为国外的比例很高，其实国外的持有美国美债比例大概只占有多少？不到1/10，不到1/4，大概就是9.3兆，而外国的政府持有的也不过3.9兆，那外国的私人银行私人持有的大概是5.4兆，那其他美债40兆，将近4兆，有31.4兆还是美国国内持有的。那大家说有的民众，有美国的什么还有这些各种基金，包括退休基金，还有什么呢？共同基金也是持有大批美债。所以你要说美债完全失控的话，可是呢，美国国内的这个持有率还是占了比较居高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悲观，不是那么悲观。好，这边我们是看到的是几个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债很快的就会正式的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那刚刚大使也清楚的解析了为什么的原因那现在我们也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就是说到底现在美国赤字到底有多高？现在最新的数字是达到了2.1兆，比去年增加了2000亿美元。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债息的支出嘛。1年的利息是1.5兆美元，等于说每一个月就要烧1000亿美元。现在更危险的事情是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而且是达到2倍以上。那刚刚呢，大使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国债的持有，也就是国外的持有国债的国家。其实我们看到2个国家现在也正在大幅的卖压美债，那包括了很重要的持有国日本跟中国大陆。首先看到日本一口气减持了264亿美元，是主要的减持国家。尤其呢，现在也有专家解读说，日本你现在是不是在背刺美国呢？就是因为你的日元现在非常的弱，一直在贬值，所以你是不是要抛售美债来救你的日元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减持幅度也有259亿美元，那目前持有的美债是6000多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低了，年减幅是超过13%。先来看到有关于日本的部分，为了救日元是在背刺美国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把这个接下来的美债殖利率推得越来越高？会不会爆发美国的财政问题呢？上次哥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前美国介入日元，那么所谓这个介入是意思啦，因为100亿，那么日本当时都准备了700多亿美金所以它就是一个动作，主要是吓阻一下这些外面的这些投资基金所以它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救美元，而且赚个人情嘛，给高市早苗。它最大的意义主要还是说，这个市场投机太多，一旦万一日元的贬值真的大崩溃，那日元贬值崩溃会对美国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难搞，我认为其实不是会太大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刚刚讲，现在以美债的问题嘛，债务的联动性，然后另外美股的部分现在是 AI 经济动能，如果现在这个泡沫一旦有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变数的时候，比较难处理，再加上还有战争的因素，所以美国对于日元的态度其实还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玉皇大帝看人间，没有真正很认真啦，就是说稍微处理一下。好，当然美债我想其实大家对美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些吓人的数字，特别是今年一定会破40
40兆美金，哈，40兆。那这个东西很可怕。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懂这个国际货币跟国际资本到国际的金融的时候，你要理解，其实我不是说不严重，它之所以现在都觉得很严重，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以美债来说，过去没有到这样子的规模。过去所谓的这个30年的殖利率，过去认为大概3.8%，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美元存钱有利息，美债买美债或利息。对，过去觉得3.8就是个安全可控的时候，破4甚至4.2就觉得哎呦会比较危险，表示波动大了哈。对，然后现在到5了，所以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很惊吓。然而，我必须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并不是美国政府会破产啊，美国会倒了，不可能啦。而且我们现在看美元现在的强势的状态，相较于其他全世界的货币，人民币、英镑，包括等等，日元不要说了，你每个人都要美元啊，也就是美元现在强势跟稳定，甚至可能比美债好。那美国现在就是一个政府里头，手上有很多的金融工具，而且那么多犹太人，美国对于法律跟金融有那么多的人才。创造出游戏规则，现在观众朋友大家买的 ETF， 你看过去没有，为什么生出来？就犹太人又发明了一个可以这刺激投资的很多工具，所以美国其实是我不是有能力处理。那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是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大家注意为什么美债？我说大家不要想象中很惊吓，因为有 FED 嘛 ，FED 当然是对于美元，然后同时控制美债，它有一个特别这样的机构，全世界的央行没有办法跟 FED 比，因为 FED 控制的是美元跟美债在这个世界的绝对值。我们知道阳光、空气、水，这里头到底哪个最重要？其实就是空气，因为呼吸1秒钟没了就死了。我觉得美元或包括美元系统，包括美债，它现在是全世界从货币、资本、金融的呼吸空气。所以你要说完全就是不能呼吸了，就不是美国死了，是全世界都死了。而且现在大家要注意状况哦，美元就流动性，大家都有美元卖来卖去，所以那个流动性在这里。好，美债是 FED 来固定美元资产，什么意思呢？你有房子，我有股票，然后他有台币。可是如果在国际投资当中，你要怎么转换？你这个很难换。也就是说，流动性这个方便性，第一个当然是美元。所以全世界任何时刻，包括这次战争，为什么美元没有贬值？因为美元流动性还是最重要，而且在全球股市那么大。第二个部分，美债它虽然是美债，但是美债你只要丢出去了，你就要换手了。包括我们刚刚讲中国大陆跟日本抛售美债。马上就有人接，因为它变现性很好，变现性不是你我市井小民，我们都要现金，国家政府需要变现。像中国政府，它虽然抛售美债，你以为它在抛光吗？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包括采购，还有很多的东西，各种的东西，它还是要有美元交易呀。中国政府不是说大家都在认为人民币交易，都不要美元交易的，没有。所以中国大陆抛售美债的时候是换取美元，然后做一些部分的这种国际的现金流通，这一般没有思考的。所以这里头不是说美债，所以美债殖利率高呢？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说，因为不是它没人要，而是说大家觉得信用本质的信用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于是殖利率不是华尔街要挟的，是自然市场产生的。因为大家就觉得我有更多的投资工具，美债长期利率30年30年后才能兑现，所以它要一直推高，利息就会高了。可是美债的殖利率高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什么都不要动，我作为风险性最低的措施买美债，我每年就有5.多%的利率，比现在我们拿台币去存都还要高。所以我觉得最后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就是我们对美债危机是一个美国政府管理，它不会是整个全球的金融货币的系统性崩溃，除非有新的部分。目前无论人民币或任何的货币都没有办法成为阳光、空气、水的空气。目前美元或美债系统才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债危机到底我们谈了这么久，会不会立刻的爆发？现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一个大问号。但是呢，现在要来看到是美国内部的信用危机却是非常急迫的。我们要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的债务问题一路的已经延伸到从政府到了企业金融，甚至是一般家庭。首先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私募贷款的部分哦，现在呢正式的来到了2兆美元大关，市场说现在面临的是10年来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发布的最新报告，它一共呢这一次是追踪了1000多家的企业，里面得到的结果是美国的私募信贷借款人违约率有7月
攀升到了一个新高的纪录，而且呢，非常多的家庭现在都在使用信用卡，而且卡债已经来到了新高。第二季增加了210亿美元，来到1.26兆，逼近历史高点。重点来了，今年初我们来看到2026的信用卡违约率，这个是已经真的有违约的90天的一个比例，已经来到了12.8%，远高于2022年当时的7.6%。信用卡平均年利率也已经来到了第一季最高达到了24%，代表说，因为呢，现在美国生活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有通膨的问题等等，美国人用信用卡来去度日，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哦。所以接下来美国的这个经济还有财政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美国现在这个状况，一般来讲虽然是不理想，这个每下愈况，但是我认为它撑得过去。我们从几个指标来看。第一个，美国现在经济是成长，它今年的预估经济成长率是1.9%，那成长啊，它没有衰退啊，没有说我现在也开始负的了，比去年差。去年的经济成长2025，美国是2.5%，那今年是1.9%，但是它还是成长。那既然是成长型，它的所得是增加的。第二个呢，我们看美国现在的全国总生产是29兆美元，但有人有另外的算法，但是我们拿29兆美元来看。你这个1.2兆对他来看，一来比，占比就小了。因为我体量大，你这个小数目就相对的被我稀释。那这个意思在什么？美国对信用危机的忍受度是高的。因为我有钱呐、我没有钱，我马上破产，我不行了，我受不了。现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均所得是89000块美金，所以你这个钱来看，对我来讲是相对稀释的。现在美国人每一个人的信用贷款的额度是每一个人平均欠了超支的透支7886块美金，还不到1万，但是我的所得收入，我全年大家平均我是8.9万，89000块，够不够？我这个信用的收入是够的，因为我赚得多，当然我花的更多，但是那比例一摊就小了。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现在看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今年年增率平均年增率，因为现在在8月还没有结束，2026年大概是2.5%。那2%，换句话说，美元我是在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嘛，钱就是要贬嘛。现在我们讲最高的年增率，你刚才有说过，就是我们30年期美债的年增率是这个利息是这个5.3%，你5.3减掉2.5%，因为你要贬2.5%啊，我刚才讲啊，平均来看你也只有2.8%。高不高？而且30年美国国债啊是比较高的，最高的。你2年期、5年期、10年期都相对于30年期要来的低啊。所以我认为种种迹象来看，通膨、经济成长率、个人的这个评手来看，美国的这种信用危机、信贷危机还不至于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现在呢，来最新关心是80岁的川普，现在说是不是健康疑云哦，在美国炸锅了？因为呢，他穿的西装后面突然间有一个神秘的凸起物。被视为是成人的纸尿布吗？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并且做关心。另外呢，看到的是伊朗的战争烧出了4美元的一个最新高的油价，美国人民过得苦哈哈。现在川普的民调只剩下33%的历史新低，美国人真的恨透他了吗？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尤其要特别关心到一位总统的健康，会影响到他整个国家治理哦。所以呢，川普的健康再度的成为现在各界媒体的焦点。最新的影片是这一段影片是即将卸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做的发布的。影片中，川普的裤子后方出现了一块非常大块的神秘凸起物，网友开始猜测这个是什么呢？是纸尿布吗？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好，所以神秘突起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呢，媒体界的很多的人士也开始做了评论，包括有人说呢，这看起来好像是某一种装置哦，记者说的。那也有知名律师说应该是成人纸尿布，还拿这个品牌来开玩笑。美国的网球名将他是这样猜测，可能就是成人纸尿布。难道80岁的川普已经开始失信了，健康状况出问题了吗？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呢，川普常常在白宫被拍到他在听简报的时候打起了瞌睡，甚至呢手上有时候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淤青等等，衣服皱褶的话，是不是可能不同的角度也会拍摄有影响呢？现在也都是成为各方的讨论焦点。当然了，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的好，但是呢，虽然他说他的健康很好，但是这一次他最新做了一次健康检查，里面一共是动用了22名的医疗专家，大家就在看说，难道真的他的健康状况出问题了吗？尚志哥怎么看？应该是纸尿裤啦。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作为80岁的部分，你说没有漏尿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少的哟。我想其实是在台湾，像因为我自己家里有王妈妈，我们在长照的照顾，所以我们在研究了解一下纸尿裤的部分，其实在全世界都知道，纸尿裤不是给瘫痪的人或者是等等而已。其实现在像台湾的现在广告里头都在谈，因为就是包括平均来说是这样子，包括40岁以上的一些女性。就包括他们所谓的这些肌肉的控制，有时候是什么哈哈大笑，或稍微激动，甚至打个喷嚏就会漏尿了。所以呢，到年长的部分，包括现在台湾，其实男性纸尿裤不是瘫痪，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有时候老爸老妈妈出去，你又不是说突然想小便，就是刚刚讲漏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子看起来，我认为其实只是因为看起来很怪，再加上很多这个所谓西方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这样很高大，可腿很细，对，除非你有练那个健身或健美。然后腿细的时候，通常都是瘪的屁股，所以为什么其实，在西方这种所谓的这个文化当中，对于中有个翘屁股的男生女生，或者都会觉得哇好厉害，就觉得他们天赋很好。第二个，他们有苦练，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它就不是这种堆积，他们堆很多的肥肉在肚子啊、上半身，可是屁股就没肉，连脂肪都没有堆哈。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川普这样的状况。当然得要说啦，川普这个部分只是让大家再度。其实萌生了部分对他健康的关心，因为他有些刚刚提到了神秘的手的那个淤青真的很诡异，要用盖斑膏哦，就是我们女主播用了盖斑膏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遮掉。那这里头跟血液循环当然有关系哦。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疾病？不过呢，我得说哈，像一个任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总统的等级，坦白讲，在我们世界上比如我们患了癌症、胰脏癌、什么胸腔这里头，可能对我们都觉得都是致命的，都觉得完蛋了。可是对于像总统领袖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们经常性的部分检查，一旦有小状况就立刻把你处理了。第二，而且国家出钱。第二个部分，要在美国现在在治疗癌症，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霍金斯癌症医院，是全世界的有钱人去的，你住进去有200万美金才能进去啊。就它里头最新的，包括生技的基因工程，都不是外面能够做的。他说最顶级的有钱人，真的就有花大钱可以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像陈文茜，他先前的状况也都是有很多。好，但是大家关切什么？关切一个总统，不是这些我们想象中的疾病，是大脑。所以呢，在像先前拜登为什么最后会退选，就是作为一个像美国总统，就川普也是，就是说你作为你要有理解力，很多的政策你要去思考。判断之后，而且总统太重要了，是总统要决断，伊朗要不要再打，要不要出兵，这些东西都不是底下任何的爪牙，包括范斯、包括卢比欧能够决定的。所以最后一定要川普。我们在拜登的最后的2年当中，包括对中国态度里头反反复复，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大脑有问题。整个对中国或全世界的很多判断，基本上是被幕僚，甚至现在江湖传说是被他太太跟当中的一些亲近的爪牙们掌握了。好，所以我们在观察川普，其实最重要的都不是从头到脚。我们这次也看到川普，就是说他还有脱发，他还有吃脱发药，然后也关键他在药物之间有没有对他产生的影响。但是大家最关注就是有没有影响他的判断。那川普喝很多可乐，你知道川普就是全世界养生专家的敌人，他的生活作息不睡觉，一切东西，首先他还有运动了哈。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大家川普的关心，应该还是过去美国来讲，就是拜登先前的这个脑子的部分的问题，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惊吓。而且要知道哦，老人像他们这样，他不是平均值慢慢掉，老人的所有的退化都是一个崩塌型的、阶梯型崩塌的，所以川普的健康不只是3校啦，全世界都要关注呢。
对，好，因为川普的健康其实是会影响到接下来他的施政，尤其是美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因为这一场美伊战事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严重性非常的高。那尤其我们最新来看到的是这个油价的部分，最新美国的平均油价已经来到了每加仑$4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川普最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呢，现在伊朗的状态就是呈现惨败。他还说呢，美国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荷姆兹海峡未来就会是美国的领土了，继续说大话。至于刚刚提到的油价问题，川普则是回应说，这都只是小问题，我永远不会针对现在的高油价来道歉。他说自己坚持采取的行动是对的。那确实，民众的怒火反映在民调上，现在川普最新民调雪崩到33%，剩下这么一点数字，创下他本届任期的最新的一个记录。那民众现在等于是用选票、用民调来告诉川普对于美伊战事的不满吗？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川普事实上的话，这个目前他的民调这个不断的下滑，事实上战争是一个原因，可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对，它是3个重要原因之一哈。第一个就是战争的拖累啊，他认为是一个拖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焦虑。也是川普民调的一个怎么样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第3个就是这个政治上啊，他树敌太多，而且他的那个所谓这种就是说极端手段哈，事实上得到很多反效果。当然战争事实上的话，这个怎么讲呢？会让他整体来讲，他的这个民调就掉到了新低，大概只剩下33了。对。那这跟他当初当选的时候呢，差别很大。那尤其是就是说，在共和党的部分，现在对他的支持率只掉到78左右哈。他刚上任的时候是91，刚上任91，那就是纯对这一次美伊战争的话，大概认为哈，这个战争啊，他所得跟他所失哈。那么是值得的话，只有1/3的选民，这个整体来讲，所以66%，2/3美国的选民都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都不值得。那认为这个80%的美国选民都很担忧一件事，他们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这个持续化。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会造成更大的担忧，对川普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国内的支持率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利的啊。所以你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加速了这个川普的整体声望往下滑的一个很大因素。对。而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美国一个现役的这个空军飞行员他出来。喊话要怎么样？要弹劾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还有甚至美国现在政府的重要成员，因为他认为他们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决定，正好把美国的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所以结果呢，川普最近把这位空军飞行员把他以这个军法处置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美国很大的事件。对，也就是说，美国军方有这个现役的在第一线的这些战斗人员开了第一枪，那这个就显示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军人对这场战争都已经高度怀疑了，而且是现任的，他而且冒着自己被这个军法审判的这个危险都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战争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的话，只能说就是国内的支持不断的下滑情况之下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持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说美国战争美伊战争川普已经输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是连军方都开始质疑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那80%的选民现在透过民调来表示说他们对于战争的不支持，而且呢，现在还有很多的选民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川普的任期之内，他们感觉自己变得更穷了。那实际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数字都显示说，确实美国现在
这个国内的物价水准越来越高，东西变得非常的贵。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说，这个油价现在来到了4加仑，这个是美国的平均油价，甚至有一些州哦，包括了加州跟夏威夷，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每加仑5.5美元。国内机票，美国国内比前一年上涨幅度26%。8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是从55.2降到51，一年期的这个通膨预期呢，从4.2%升上4.3%，明显高过于战争前的3.4%。只有8%的民众认为自己未来的收入成长是可以超过通膨的，但是赚饱饱的是谁？就是这些石油企业。第2季合计赚超过了900亿美元，是唯一的受惠者。民众却在这当中，因为这场战争输得最彻底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一般来看，我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有钱人很有钱，你看富翁，他这个富可敌国，拿兆来算，兆不得了。我们讲1000亿美元都不得了了，光是兆。换句话说，有钱人非常有钱，他们是获利的一群。但是问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美国贫富差距前面50%占了全美国的资产的97.5%，你后面的50%只占2.5%不到。你看看后面的人是不是都穷哈哈的？所以那穷哈哈，那我也是一票啊。你一通电话，我也是电话民调，我也是算一通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这个川普的民调为什么只有33%、32%？为什么是这样？大部分人穷啊，问题在这个地方。那美国状况怎么样？我们看了。他最近就因为伊朗战争的通膨上来了，通膨2.5%，这个是我们讲的核心通膨。如果算一般通膨的话，你到达4%哦，你要看怎么去算哦。那你的牛奶，你那些糖，还有那时候我们讲的大宗的民生必需，你涨得多啊，因为其他的涨得少啊，但是有你涨得多啊，受不了啊，是这个样子，是大家的这一般通膨加起来就4点多了。你要看核心通膨还是一般通膨。你要这样看。第二个，经济成长率并不高，虽然经济成长是1.9%，但是你如果是4%，那是不是把通膨盖过去？没有，经济成长率是被通膨盖过去的。我通膨比你高，你经济成长率是被我通膨吃掉，还不够。那你这样，你是不是荷包变得比较小，比较轻？你钱少了嘛，被通膨吃掉。第三个来看美国的储蓄率不低，美国储蓄率低。是他的一个致命，因为大家如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我有钱啊，我有存啊。美国没有，美国100块只存2.7块，97块3都花光光。你看看，那我贫穷，我怎么样？我连周转的空间都没有。那我对政府当然不满了。你这个我敏感度很高，你叫涨一涨我受不了，因为我没有储蓄。所以这个东西会到哪里？是到我们讲的到政府的手上，到川普上面去了。因为好不好？有没有牛肉？没有牛肉，你想要拿高民调，不可能的事情。经济没有搞好，永远不可能有高民调。是，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有关于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现在伊朗说呢，终极决战真的要来了。并且呢，实际的军事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在狂造飞弹跟无人机，代理人现在更是集结来储备下一次的作战计划。那现在有关于全新的作战计划，有关于伊朗现在设计的是全部曝光了。等一下节目我们会一次的带观众朋友来看，川普这个时候怎么做呢？他急着找革命卫队了。是不是要来求和呢？另外，他转头还呛说，接下来他要炸的目标就是阿曼，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会做一次解读。过去呢，我们知道川普常常对伊朗下最后通牒，这一次是角色完全的相反。17日的时候，川普大家还记得吗？说那个伊朗呢，他已经要举白旗投降了。结果没有想到最新进度是，伊朗的高层直接告诉媒体了，德黑兰接下来的这个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接下来会从防卫正式的转向全面进攻，并且说了。
最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华府必须在45天之内来履行6月签署的协议，赶快把这些协议签好吧，否则伊朗就会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打破对于美国的各种封锁。刚刚说了嘛，伊朗不是只是喊话而已，它有非常多实际上面的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就特别揭露了说呢，伊朗强硬派趁着这60天的谈判期，已经在积极备战了。赶快来看到有哪一些具体的军事行动呢？首先包括了加速生产它的飞弹跟无人机，提高革命卫队。接下来革命卫队的角色呢，变得更为重要了。革命卫队接下来会特别正视对于正规军的控制哦，给他们更高的一个责任。那么也派顾问前往了几个国家，包括伊拉克、也门跟这个黎巴嫩，来强化代理人的武装，并且呢，我们看到也在红海这边的飞弹、无人机、海上武装都开始做部署了。然后呢，把战场从荷姆兹一路往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巴林跟红海这边来做延伸。伊朗也列出了这个接下来的决战规划，就是说他们到底要打哪一些地方呢？现在列出来第一个包括波湾地区的海底电缆，还有第二个攻击沙烏地的港口跟能源设施，第三个制造巴林、科威特内部的动荡，再从伊拉克南部向科威特的方向来做突袭。伊朗的这一位是陆军总司令，他也讲说了，接下来呢，任何只要你可以去俘虏美军人员的人，就可以获得3万美元的奖金，连奖金都开出来了。他说，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奖金根本就会让你直接翻倍。放话说，伊朗接下来不接受任何威胁安全的美军据点的存在，所以他要把美军彻底的赶出中东地区。这话说得非常的狠。伊朗真的有能力可以跟美军来决一做这个终极的战争吗？那么他真的是把这个飞弹、无人机代理人、海上破坏跟政治动荡全部都算起来的话，美军现有的防空跟基地的部署真的守得住这个伊朗目前的最新攻势吗？介大使怎么评估？我觉得这个伊朗，当然他的放出来的话也越来越狠了，对不对？然后还要抓到的就美军啊，就要把他一个人俘虏啊，杀死一个人3万美金。哇，如果是女性的战斗人员俘虏或杀死美军的话，加倍6万美金，对，翻倍。另外，这个革命卫队的还讲过说，我们要把踏上伊朗土地的美军的腿统统砍掉。哇，这个话都很狠。可是都是说的啊。在实际上的做法上，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战略战术很清楚，就是对比反击，它只是反击，你美军攻击我才反击，然后呢对等，你打我你杀我3个，我杀你3个，就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变化。你看伊朗最近也没有攻击啊，原因是因为川普不攻击啊。如果川普攻击的话，伊朗就会反击，这是很明确的事。主动攻击的情况非常的少。倒是现在美国昨天川普总统说我要去轰炸阿曼。那阿曼本来我们都认为他是挟美国之命去跟伊朗谈这个荷姆斯亚开下问题。对，所以美国这个川普这种谋略智谋的话，真的是蛮怎么样，蛮拙劣的。你争取不到朋友，到最后朋友也都最后变成敌人了，一下就翻脸不认人，就要去炸别人，这就表示美国的战略谋略非常的差。那你整个看起来，伊朗绝对不会去把这场战争不断的扩大，他事实上他是对比反击，就表示说他不是想把这场战争扩大，因为怎么打都在他打的国土，然后打的都是谁？打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美国你动不到他一分一毛啊！这种战争打的本来就是怎么讲呢？你就是赢的话，你也是输家。所以他这个对别人反击，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战略。那另外一方面，他手上他目前的打法上，他有3张王牌。第一张王牌，荷姆斯海峡，很清楚的。第二张王牌呢，就是攻击海湾国家的这一些美军基地。那他师出有名，说我不是攻击海湾国家，我是攻击你海湾国家内的美军基地。可是这就会让海湾国家事实上也会付出很多代价，所以他们
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战争停止的。那现在能够停止的，只有美方不攻击就停止了。对，美方要攻击的话，那他们就只有准备被伊朗来怎么讲，挨伊朗的打。所以这个海湾国家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站在伊朗这边的。是，第三个就是红海，他把这个红海这个武器哈，他挥得很厉害，可是他并没有任何实现。可是对整个对美国、对海湾国家、对世界依赖这个中东原油的国家来讲，都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也是这种压力都会转嫁到美国人身上。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要跟美国火拼一场的。你光这个上荷姆斯海峡、红海，还有这些海湾国家这种对他们的恐吓，他就已经把美国治得服服的啦。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去跟美国做一场最后的决战，除非川普有一天说我派30万美军准备登陆打一场地面战争，要不然的话，伊朗不会跟美国全面开战。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尤其刚刚特别提到这个战线开得这么大，从海湾到红海到这个包括荷姆兹，都是伊朗现在是把战线拉宽，然后把美军的防线跟他的这个兵力全部给拉散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俘虏金都出来了，3万美元的这个俘虏金，难道他是在替下一轮的战争来铺路吗？张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打的是心理战，他这种谈到的是报复，谈到的是仇恨，然后因为报复，因为仇恨而激发他的国内的这个抗敌意识，同仇敌忾。也震慑美军，让美军会怕我就把你这个杀死，或者是把你踏入伊朗的领土，把你的双腿砍断，就这样，那美军会不会怕？多多少少都会有所忌惮。我认为这是个心理战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的美国跟伊朗这一方面的区域的冲突，长期下来的话，对美军是不利的。美军要不要玩下去？那从几个状况来看，第一个，消耗战。现在打了消耗战的话，美军的补给线是很长很远的，它从海上运输慢又困难，从空中运输快，但是量少，因为美国要远渡重洋。那伊朗呢？由于伊朗是就地整补，这就是我的家，波斯湾也好，荷姆斯海峡，这个就是伊朗的家，我在那边等你，我以逸待劳，以逸待劳者胜。这个劳师远征者，他就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地缘不一样，要考虑到地缘战略。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美军的高价目标多，伊朗打高价，伊朗去炸这个被美国所轰炸的伊朗都是山洞，你能够炸多少？伊朗的高价目标不多，美军的高价目标多，那你这两个报复战谁比较亏？美军吃亏嘛，因为你高价目标还有海底电缆，甚至你的这个 AI 中心，还有我们想的指挥中心都是那高价的，你要不要来玩？你如果继续玩下去，美军损失大。伊朗损失小，是，那你这样下去的话，就知道谁比较占便宜。那伊朗占便宜。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战争形态，我们从伊朗战来看，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以前战争我们知道，没有空权就没有国防，要强调大家空权空优来争夺。现在不是，现在所争取的是 UAV 无人机的优势。我伊朗我没有空权，但是我有导弹，但是我有巡弋飞弹。我有大量的无人机，我跟你换，我没有空权，空优是你啊！你都一直派飞机来炸我 F-35来，我这个 F-18的超级大防风也来打我，对，你懂了？我没有空权，我白打，我没有空军，但是我有无人机，大量无人机这样，你要不要拦？你拦，我这个35000块美金，你那个300万，你要不要拦？你一次还打2枚到3枚，当然你就知道了，原来的是这个空优制空权的优势已经转移到UAV 的这个优势了，而且 UAV 我打我不死人，你会被我炸死 ，UAV 炸死，因为我是拿 UAV， 我是自杀式的都去了嘛，所以来看的话，战争的形态从这以来呢大幅度的改变了，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打这个 UAV 的战争。好，现在看到面对于这个伊朗的步步进逼甚至伊朗都已经祭出了所谓叫做终极决战规划。那现在是不是川普是真的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了？因为现在来自于媒体的爆料说呢，他私底下甚至透过一些管道去找这个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
希望能够偷偷来进行协商。但是呢，帮助川普协商的2个重要单位，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其实都被攻击了。第一个就是伊拉克的库德自治区的主席巴萨尼，第二个就是刚刚大使有特别提到的有关于这个阿曼他去帮忙美国来做协调，结果川普说要炸烂阿曼，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今年5月份，川普竟然绕过了正式谈判代表，找上的是这位伊拉克的库德自治区主席巴萨尼，协调说，我能不能透过你偷偷的去找到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革命卫队来跟他进行协商？结果这话呢才说完之后，我们就看到巴萨尼的总理办公室跟情报首长住家就被2架无人机攻击了。现在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做的攻击，因为伊朗说他没有做攻击，那甚至伊朗还痛批说这个是一个假旗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阿曼了，阿曼不是长期帮助这个川普来协调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吗？但是呢，最近川普就呛阿曼说阻挠了美伊谈判的协议说会把阿曼给炸烂，怎么回事？上志哥怎么看？好，其实我们在探讨这个美国到底要什么，特别是川普。首先呢，川普大家一定要认为，不要觉得川普现在就是头昏脑胀，搞不清楚，都很清楚。比如说最近其实美军有大批的，有包括8个这个部队的番号都在摩洛哥做登陆的训练的军演，就是这1个礼拜的事情，也就都还是在准备地面战，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消失的。可是呢，地面战打真的是死去活来啊！美国包括川普也一定很惨，而且其中选举，所以谈判嘛。谈出一个结果，能够大家至少能够都各自退场，该多好！好，最近2天如果谈不成，谈不成，就是真正的可以解决问题，那至少是不是正在考虑再停火60天？好，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川普是还是有各次第的，因此底下的爪牙们，这次就是这个美国情报总监他因为是一个中东人，所以他就找了刚刚其实提到这个密使。这个密使是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主席，所以他不是这种军队，他只是说他人面广，那么也还可以跟伊朗跟美国都熟，而且他很自告奋勇，大家可以赚一点钱啦。但是这样的层级怎么可能能够影响到呢？而且可能说你有可能接触到最后这个最核心，包括个穆吉塔巴吗？那现在不是都还想斩首他吗？所以这里头大家防来防去，没有人会信任谁啦，谈不出结果。我觉得现在川普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一个，因为我们从前年伊朗的这个人事的变动已经知道，穆吉塔巴要打到2029年都没有问题，而且最近他们的这些所谓是一些飞弹什么之类的库存都补回来了，伊朗就在准备地面战，所以他现在这个人事部分，那现在过去谈判呢？都知道伊朗过去的温和派，也不要说亲美派，是2个人，一个就是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就外交部长那个阿拉奇。对，所以这2个人，而且他们现在都长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基斯坦就是没有打仗，有没有打都在那里。所以这里头，但是他就要确定你们这个2个人能不能接不到穆吉塔巴？现在这么强硬要下去当中，你们有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所有一些情报都是到底还能不能谈，这是美国特别川普想知道的。刚刚提到阿曼为什么被 K？ 阿曼过去长久以来，不要说亲美，他很中立。你看早前记不记得美伊的很多涉及到跟钱有关的谈判，私密的，还有人质交换，关键都是阿曼出手对，好，但是这次为什么这个川普很火大？因为这次在这个荷姆兹的这个阿曼跟伊朗谈的时候，感觉起来是把美国踢走的。阿曼自己谈了，而且这个东西也确实有这样子一个趋向。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最近川普有很不爽的地方是，整个波湾过去听他的小弟，大家各自有想法。阿曼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自己在谈，没有听那个美国的发号施令。然后呢，沙特最重要、最有钱的，最近跟胡塞组织打来打去，而且跟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在做结盟，这里头都没有美国的事，也没有用美国买他们的飞机什么的。另外还有包括阿联酋，前阵子都已经传出被证实了分2次把原先扣在伊朗那边的部分给了30亿美金跟2吨的黄金还给伊朗。那当然，反正对于阿联酋这件事情，大家觉得背后好像有美国，也有可能。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大家各自都是跟伊朗这边直接接触，给钱谈来谈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川普从头到尾他要的部分是核浓缩铀，他要处理；荷姆兹海峡要开放，他就是现在这2大重点。好，这2大重点不上谈判桌，怎么可能谈得了？而且现在包括阿曼的小弟们，现在大家各自在处理，没有都来听美国这个大战略，所以我觉得一旦谈不好，包括其中你毕竟的川普当然很生气，不是他做不好，是小弟们没谈好，他骂阿曼的原因在此啦。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
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赶快看军事消息，75艘哦，中国大陆的部分是碾压了美军的47艘，中美的水下霸权现在呈现一个死亡交叉。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具体的数字，而美军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它的神盾舰南海瘫痪了整整4天，而且呢，另外有一艘是他们的核潜舰，苦等了11年都不能修，干脆宣布最新消息退役吧。中国大陆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到，现在有3个船厂正在狂造舰下水饺。好，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的来做解析。好，美军现在最害怕的，可能不是被中国大陆的这个任何的炮弹给击沉，而是船坏掉没有地方修。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第7舰队的神盾舰。这个是班福特号，在7月24号当天，在南海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电机故障的事件。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全舰整整失去了电力，长达4天的时间。这代表说，上面任何的设备，比如说从空调、厨房都不能使用。当然了，什么淋浴间厕所饮水设施都会因此停摆，不能用，完全的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最后呢，干脆就是美方这边说，那我们派一艘拖船好了，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来暂时进行维修。而目前来看，负责替航母挡飞弹的神盾舰，是不是如果说它长期的都失去电力的话，根本未来就只能飘在海上当一个巨大的靶子而已吗？事实上，这不是第一起事件单一个案了。今年的5月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7舰队的希金斯号也曾经因为又是电力故障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停摆也是在上面长达了数小时的时间，等于说短短4个月已经发生了2次哦。再来，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在维修跟造船的体系也发现了这个量能不足的问题。特别要来看到这个是伯伊西号核潜舰，原本应该要进行大修的，我们刚刚提到了，结果它等了11年都等不到任何一个船厂可以帮它修哦，只好最新消息是在今年的4月宣布直接退役。好，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相志哥，首先是班福特号4天在上面断电，直接成为海上标靶吗？再来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它的维修跟造船体系，是不是也长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相志哥怎么看？好，美国海军在列入国会登记的大大小小的服役的舰艇是355艘。我们知道航母10艘嘛，但还有包括这些驱逐舰这一次，那现在正在服役上，就是说战斗服役的是287艘，各位这些全部都要维修啊。所以其实现在美国坦白说，我们说框架上这个结构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是整个在这些船舰战备本身都会有耗损，第二个部分军工体系，就我们刚刚提到船务的这些东西，它就很大，它是一个大结构产业链的问题。第三个，这个舰艇本身更新设计。就是换代来讲，它这个东西也都是要运用到，所以现在有很大的方向上的这个处理，还有另外舰艇上面跟舰外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它不是打战或维修，它是一个管理体系，这4大问题。好，但这些问题我们扒开来看，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核心、最核心的是最真实是人力欠缺。都知道现在这人力是很可怕的，所有这些以维修来说，你需要的焊工、管工、技术工。现在他平均年龄是快55岁，都要退休了，年轻一辈训练不足，所以呢，这里头也 AI 也都用不上，所以呢，现在像中国在美国当中，他那个伯伊号9年维修还没有办法修好，因为很多的工艺是失传的，不只是人力的问题，但我认为很严重哦。目前来讲，在整个当中，约莫有45%的美国，而且他们都在加班，这些工人要加班。为什么招不到工人？大家不要忘了，现在你这个半导体要做这些基建中心、电动车，这些焊工都同一批人呢，人家给多少钱？你现在船务人给多少钱？好，第二个我个人认为最严重，它就是船务不足。美国从先前2次大战之后，原来有20多个大的船厂船务，现在后来到6座。
6座当中真正能够维修运作维修的4座，而当中能够再做新舰艇的只有2座。所以你看这样子规模，355艘都要维修，那有可怜啊。好，再来舰艇的部分，不止船坞啊，舰艇上面也要维修技术的部分，所以23000这些军人在负责技术维修的部分，也是现在都招不到人，所以更不要说我们讲扩军的目标以及当中技术的换代、武器的迭代，所以这个全面性的问题，我认为核心还是人力不足，而且到现在没有办法来解决。好，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来做对比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在疯狂的下水饺。我们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数据哦，2021到2025年之间，中国的核动力潜舰水下数量总吨位正式的超过美国了。其中是渤海造船厂快速的提升它的核潜舰的量产的能力。那么2026年我们来看到一个火力指数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它的潜舰建造速度最快的国家，中美潜舰数量现在差距只剩下5艘而已了。五角大厦更预估呢，现在造的这个造舰速度，中国到了2029年的话，它可以达到75艘的潜舰。美国的国会研究处则是警告，这一些随着老旧的，比如说洛杉矶级加速的退役，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舰到2030年可能只剩下47艘。那么美国海军最新规划更悲观了，2030、2031攻击型的核潜舰可能甚至只剩下45艘而已，会呈现在2030年成为一个关键的一年，就是说中美之间他们的水下战力会不会呈现一个死亡交叉呢？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接下来的印太地区的格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介大使又怎么看？现在以海军实力来讲的话，美国在2个方面还是遥遥领先中国大陆啊，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第一个就是航母，美国有11艘航母啊，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只有3艘，而且美国航母全部是核动力的。这是第一个，美国遥遥领先。第二个就是这个核动力潜艇的部分啊。那这个 IIS 这个报告它公布这个数目，因为它这个数目大家都不是弄得很清楚啊，因为大家都保密啊。他说美国核动力的潜艇基本上一共71艘服役中的，中国大陆有32艘，所以这个中间就已经比中国大陆核动力潜艇啊，传统动力的没有算啊，那71对32。那刚刚讲的就是说2021到2025是这一段时期下水的中国大陆的核动力潜艇的总数目，跟它这一些潜艇的总吨位是大于美国而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造的船的数目比较多而已，就是2021到25。他说这个趋势可能到2035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会反超。那看起来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它这个71艘核动力潜艇啊，核动力潜艇基本上分2大类，一种是核动力的攻击潜艇，第二种是核动力的战略性这个导弹发射导弹水下导弹的潜艇。所以在这个71艘，美国有53艘核动力的攻击潜艇啊，这是美国在水下力量里面现在称霸世界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些核动力潜艇它最大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它可以永远的续航，它不必加燃料的。对，而且它潜航的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这个就是别人就是说神出鬼没，你真的很难你真的很难以反潜是很困难的。那这里面它的攻击潜艇53艘，战略潜艇18艘。那 IIS 这份最新的报告里面，今年这份它揭露中国大陆核动力这个潜艇，包括攻击及战略潜艇，一共是32艘。他认为这里面一半是攻击潜艇，一半是这个所谓战略潜艇，所以整个数目还是有一段还蛮大的差距。尤其在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艇部分中国大陆目前九力是093，还有093B，这个加起来可能不到差不多10艘。那还有就是说在研发中的传闻中的有095。093上面还有095，对，还有097，这些都在传闻中。可是呢，好像西方媒体也很难找到它真正的这个照片。095的好像有被。那这些战略潜艇中国大陆的话，我说战略潜艇就是094，还有096。那还有比较老的一点，就是说攻击潜艇有091，还有091，还有就是说战略有092。
所以整个加起来大概就32艘。那所以这个数量上还差很多。对，那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些居民也说，中国大陆在几个问题上还是有待克服。第一个就是静音的技术上面，潜艇一定要声音要小。第二个就是反应堆的小型化，核动力就是船上装核动力，它要把它小型化。第三个就是反潜作战的实战经验部分，这中国大陆在未来几年还是需要克服的，还蛮多的。所以不过这一份报告已经这个给美国指出，在水下的核动力攻击力量上面，中国大陆已经在急起直追了，美国要小心了。好，这是中国大陆的水下战力正在快速的造舰当中。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它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最新我们要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是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卫星拍到了一艘。今天我们来研究它到底是什么。它是第一艘外界普遍认为到底是095呢，还是其他新一代的攻击核潜舰？先来看到它的小档案。中间我们来看到 CG 写说，它包括它有 X 型的尾舵，可以提升它的水下它的这个操控的效率，再来它的泵喷的推进可以降低噪音，然后它具有垂直发射的空间，可以搭载反舰跟对陆的巡弋飞弹等等再来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舰桥了，小到几乎消失这种极小化的烦躁可以降低水下阻力跟乱流等等。而且呢，现在美军还很紧张的一件事情是说，俄罗斯有没有在这当中来帮忙提供一些技术的合作，向中国分享这一些潜舰的相关技术，包括刚刚大使也提到了嘛，现在大陆很需要的就是它的静音的效果，还有推进跟其他的这个水下战力等等。张将军怎么看目前这个看到的新潜舰可能是哪一艘呢？我认为这个095这一型的潜舰，核子动力攻击潜舰呢，做了大幅度的改良。因为针对战场的环境、水下作战的特性来做修调。你看它以前都是 X 舵，现在变成以前的都是十字舵，现在变成 X 舵，可能就跟流体力学这个地方所能够产生的噪音降低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他把这个舵的形状摆置的形状变成 X 舵。我想将来 X 舵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对流体的配合度是最高。第二个，我们看它的烦躁变小，这个烦躁我们就讲到剑桥凸出来那一块，你如果变小，那就变成整体就要出来了。你烦躁变小，所产生的扰流就变小了，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更难被发现？那这样的话，它前面的那个体积是不是更大？它把这个缩小的，把这个空间放在最下面，所以它一旦下面更大了，那你这样的话载弹量，它除了是发射鱼雷之外，也可以说潜射式的我们叫做反舰飞弹，还有一个潜射式的反舰鱼雷，它这个上去之后推上去之后到目的地到海里面变成鱼雷，那这样的话它的隐匿性增加了。然后另外一个，它这个推进技术，我们讲的无轴棒喷，那无轴棒喷推进那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齿轮，那齿轮声音就大了，大家带动嘛，这个轴嘛，你有轴在那带动，声音就会出来嘛。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是无轴棒喷推进，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声音整个降噪，噪音一小很难被发现。另外一个，这095，它是单壳它下的水深能够最深极限可以到了500公尺，哇，那你怎么去发现它降那么深？那作战区在哪里呢？作战区设定在南海，设定在第一岛链，这个专门什么？这个对大型军舰